在那个年代的你失去了牛呢，你可能就无法耕作，然后你就可能会饿死。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吃的和牛呢，大部分都是黑毛和牛，而不是赤毛或是黄毛的呢？这些牛的祖先呢，是一种叫原牛的牛，它其实就有点像是牛界的霸王龙。对基督徒来说呢，食肉有着特殊的意义。为了推动明治维新，当时呢，日本人觉得欧美人士都会吃牛肉，所以长得非常壮硕，所以推广吃牛肉这件事情，当然成为明治维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吃到的炸猪排啊、炸虾这些，在日本来说，其实它们都是一个洋食。接下来，一头名叫田尻号的传奇公牛，将彻底改变日本牛的命运。到今天呢，日本市面上99%的黑毛和牛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血统。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到火星主厨为之旅。讲到的和牛，大家都会想到 A5 和牛那入口即化的口感和风味。但是过去的日本人，牛是重要的劳力来源，所以当时的日本人完全无法想象这么重要的伙伴怎么可以成为餐桌上的料理呢？那我们今天来讲日本牛的历史。日本的牛它其实不是原生的动物，考古的证据显示呢，日本的牛大概是2000年前从亚洲大陆与朝鲜半岛呢，随着移民与农耕的文化引入日本的。这些牛的祖先呢，是一种叫原牛的牛，它是一种比现代的牛呢更加的高大壮硕，而且脾气暴躁的野兽。它其实就有点像是牛界的霸王龙。而经过慢慢的育种与驯化之后呢，才变成可以工作的家畜。不过这些原牛在17世纪的时候呢，就已经在日本灭绝了。今天的家牛呢，包括和牛，都是他们的后代。在古代日本的一般家庭来说，牛的角色非常单纯，它就是一个劳力，他们负责耕田，负责搬运货物，对农业的稳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那个年代的你失去了牛呢，你可能就无法耕作，然后你就可能会饿死。对农民来说，牛就像是家庭成员一样的重要。牛同时也出现在信仰当中，有时候呢，它会在祭祀的场合里面出现，就有点像是印度的大象。其实，在一些神社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牛卧坐在那边的石像。然后可能因为儒家思想的关系呢，人们相信呢，牛可以让人变聪明，而摸牛呢能够治病，所以当时呢，牛除了是劳力，也是一个宗教的象征。因为天武天王颁布了禁牛令，所以在法律、情感、文化、宗教各层面来说呢，都是禁止吃牛肉的。但是这么样大的一个蛋白质来源，人们怎么可能浪费？所以呢，偷吃牛肉的文化呢，其实一直都存在。古早年代可能是农家把已经无法耕作的老牛卖给猎户，让他们去处理。那当然，猎户就会把它拿来吃。那在战国时代呢，因为基督教传教士呢进入了日本，对基督徒来说呢，食肉有着特殊的意义。圣餐里面的面包与葡萄酒呢，象征着基督的身体与血。这跟日本神道教认为血是不洁的观念是刚好相反的。而这些基督教传教士呢，在接触大明的时候呢，除了传播科技的技术与文化之外呢，也希望以宗教的方式来影响他们。而这种宗教文化呢，让接受基督教的大明与信徒们呢，更能接受吃肉的这种文化，并且将它视为一种正当化的行为。禁令严格的江户时代呢，牛肉就被包装成是一种药品，以牛味噌渍这样子的补气益血的药物的名义来贩售。表面上是养生药，可是其实大家心知肚明，这就是在吃牛肉。到了明治时期呢，为了推动明治维新，希望日本可以成为一个更加现代化、强大的国家。明治政府除了去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法律，也希望当时的日本人呢可以跟西方人一样的壮硕健康。所以明治维新呢也非常的努力推动日本的饮食文化革新。所以我们现在吃到的炸猪排啊、炸虾这些，在日本来说，其实他们都是一个洋食。你会看到他们出现在所谓的日式的洋食馆里面，它是一个西式的文化。而当时呢，日本人觉得欧美人士都会吃牛肉，所以长得非常壮硕，所以推广吃牛肉这件事情，当然成为明治维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时年仅20岁的明治天皇呢，就公开的办了一个记者会，吃牛肉给大家看。当初他吃的是应该是牛锅，就是现在的寿喜烧的前身。当时的牛锅呢，结合了日本自己的饮食文化，使用青葱啊、糖啊、蔬菜，加酱油去烹煮，这样子结合在地与新的食材的一个烹调方式呢，希望能够更容易让日本人接受吃牛肉这件事情。以现在我们来推想这个食物的设计逻辑呢，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高明。当然，贵族都已经开始吃牛肉了，吃牛肉这件事变得非常的潮，非常的高尚，所以从贵族、军人到平民百姓都认为吃牛肉这件事情呢是非常流行、非常高级的，是每个人都应该要去做的事情，也因此开启了和牛的发展。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吃的和牛呢？大部分都是黑毛和牛，而不是赤毛或是黄毛的呢？这跟我们传统上面来讲的一黑二黄三花四白是没有关系的，那个是跟狗有关系的，跟牛没关系。那原因呢，其实是一个历史上面的瓶颈效应。当日本牛只从亚洲大陆呢辗转经过朝鲜半岛来到日本的时候呢，当时的航海系数并不是这么的好，所以要跨海把牛运到日本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运送过去的牛的数量也非常的少。而这些牛大部分都是黑毛的牛，因为这些牛的族群基数实在太少了，所以黑毛的基因呢很完整的被保存了下来。那现代科学也证实了这点，黑毛和牛的粒线体变异呢比欧亚大陆牛还要少非常的多，显示呢它们的确来自一个比较小的原始群体。所以换句话说呢，现在的黑毛和牛呢，几乎都可以追溯到最早那几头漂洋过海的黑毛和牛。其实我们看欧亚大陆来说，很多牛都是黄色，你看印度啊、中国的牛啊都是黄色的。那为什么不会是黄牛或是红牛呢？这又要回到一个宗教的关系了。在中原与朝鲜的文化里面呢，黄色呢被视为是尊贵的颜色，它象征着土地与皇权。所以你看，皇帝就是要穿黄袍嘛，黄色它是一个高贵的颜色，而在祭祀啊、宗教的场合里面呢，甚至到了农耕的时候，黄牛都会被视为比较高级的牛。因为它高级，所以它就会贵。所以黑色呢，在这样的文化体系里面，它是比较不受欢迎的颜色，那价格就会比较便宜。也有一说呢，当时呢，在朝鲜有一群百济人呢，他们打仗打输了，必须要逃难到日本去。那因为买不起昂贵的黄牛，所以呢，他们就只能带着比较便宜的黑牛过海，使这些原本被忽略并且边缘化的黑牛呢，在日本落地生根之后，反而成为了主流。而亚洲大陆地区的黑毛牛呢，越来越少，只剩下在韩国济州岛这样子封闭的环境里面，还留下一些济州黑牛。所以黑毛和牛之所以成为日本的代表呢，其实是一场历史的逆转。在大陆的廉价边缘品种，到日本反而因为基因的瓶颈效应跟一些非常好的运气，还有历史的机遇呢，意外成为了珍贵的血统。日本的牛呢，原本不是食物，是劳力与信仰的象征，是偶尔被偷偷尝试的禁忌滋味。但日本和牛受欢迎这个故事真正的转折呢，是在近代。接下来，一头名叫田尻号的传奇公牛将彻底改变日本牛的命运。到今天呢，日本市面上99%的黑毛和牛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血统。想知道它的故事吗？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欢迎帮我订阅、分享、按赞、抖内。如果你有更多和牛的问题与想法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今天下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